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人的一生，贫穷还是富有，仿佛冥冥之中早已注定。有的人很努力，却依然没有多少钱财；有的人看似很轻松，却能累积大量的财富。有钱当然谁都想，但是人生在世，一定要小心横财。突如其来的财富，有的时候未必是好事，因为一个人的德行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，巨额财富对他来说只会是一种拖累。所谓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为了印证这个观点，小编今天为大家找来了一位佛友的亲身经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德不配位的结局有多惨痛。刚学会上网时，我就很喜欢在网上看各种文章，尤其是民间奇人术士的故事十分吸引我。有时候我也会忍不住畅想，这样的人生活中到底存在吗？想不到还真让我遇到了一个。记得是2016年的时候，我在一家号称有上百年历史的艺术品公司工作，单位里的设计师小杨与我经常搭档合作。别看小杨是个90后，但他对传统文化谈起来却头头是道。每天午饭过后，我们经常会去楼下的卖场逛一圈，小杨对此尤其热衷，经常对我说，那些笔墨纸砚、书画瓷器虽然不是古董，可还是很养人的。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是在忽悠人，真正发现小杨有2把刷子，是我来单位后第一次参加新品推介会之前。那天，小杨突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，让我小心新来的总经理助理。他说，张姐，新来的助理面相看起来不善，是个喜欢在别人背后搞事情的角色。这2天我发现他明里暗里都在针对你，你最近一定要小心提防着点儿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这人不够聪明，他要是继续这么搞下去的话，到头来只会自讨苦吃。对于小杨的说法，我不以为然。前几天我确实和这位助理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产生了一点分歧。虽然我刚到这家单位不久，但对自己所负责的业务很熟悉，最终老板也认为我的做法是对的。但这毕竟只是一件小事，要说助理为了这点小事就对我怀恨在心，要打击报复，也未必太小心眼了点吧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推介会开始的头一天，我家里正好遇到一点急事儿。我梳理了一下自己手头上的工作，核实自己负责的部分没有问题后，就向老板说明情况回去了，没有跟着加班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活动结束后的复盘会上，当着全体员工的面，助理居然拿出这件事来指责我，说我没有团队意识，这么重要的活动都要提前离开。我当时好气，正想反驳，此时老板却开了口，说小张当时手头上的工作已经做好了，他也向我说明了情况，能够理解。紧接着老板话头一转，开始严厉地批评起了助理，原因是他自己自告奋勇找来的摄影人员很不靠谱，拍出来的片子几乎不能用，导致后面宣传不利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。当时助理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而我的余光则瞥见坐在身边的小杨一脸窃笑。这件事让我对小杨刮目相看，他竟然能够说准了对方可能要做的事情，甚至提前连结果都透露出来了。于是那天吃午饭时，我便对他说道，小杨，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有这种本事。他很是得意洋洋地回答，这点事儿算什么，比起我爷爷来说，这连小儿科都算不上。这下我们更来劲了，你爷爷难道也会看相？他摆摆手说道，我爷爷是风水先生，而且是那种正儿八经有传承的，学的那一套是从袁天罡那里传下来的。在我们老家那块儿，我爷爷可受人尊敬了，不管是谁家要建房子，或者是谁家要葬亡者，都得恭恭敬敬的来请他，甚至经常还有一些外地的大老板来找他。这看起来仿佛天方夜谭，见我们一脸不相信的模样，小杨便掏出了手机给我们看了几张图片，那是他爷爷自己收藏的道家经典，看起来确实不像这个时代的书籍，里面的字体和内容让人根本读不懂。最后他给我们看了他爷爷的照片，明明是年过70的老人，却双目炯炯有神，连我们这些20-30岁的年轻人都没法比。听到这里，与小杨很要好的同事小周便对小杨说道，那你的看相技术也是你爷爷教的喽？来，帮我看看我有没有发财的可能，怎么样才能发财呀，杨大师？
小杨听后却连忙摆摆手说道：“我不会这个，我爷爷不许家里后代学，就我这点功夫还都是背着他偷偷翻书学来的。”小周一脸失望，这多可惜呀！要是学会这个，你还不吃香的和辣的，哪里还用像现在这么辛苦，年纪轻轻就浑身是毛病。这倒是真的，小杨因为工作的原因，经常加班出差不说，平时还就靠吃外卖度日。20岁出头，身体已经开始微微发福，我们都怀疑他将来心脑血管迟早会有问题。这段时间家里催着他和女朋友结婚，为此小杨除了本职的这份工作外，还经常接外单，希望能够多挣点钱，早点落实房子的事。这事儿过了大概1个月，小杨忽然邀请我们去他家玩，原来他家里帮他在这座城市买了一套小3居室，不但是精装修的，而且是一次性付全款。这让我们再一次对他刮目相看。前不久还在为首付苦恼的人，居然一下子出了大手笔。谁知小杨摆摆手说，这房子不是自己买的，是他爷爷给的钱。老人家前不久为一个远房亲戚家看了块墓地，对方千恩万谢，给了一大笔钱，所以才有了这套房子。小周立马咋咋呼呼，看个墓地那么贵，你家老爷子怕是祖师爷级别的吧？小杨说，那倒不是，只是这个墓地据说可以帮他家后面好几代人呢。我爷爷为这件事犹豫了很久，对方天天苦苦哀求，他想了很久，看在是自己家亲戚的份上才答应的。一时间大家嘻嘻哈哈，都说小杨家老爷子厉害。可不知为何，听完这些话，我心里却忽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。这件事过了大概1个月，有几天小杨上班时，总是会接到家里的电话，催他回去。刚好那段时间单位事情多，他连续请了几次假都没有成功。我们还打趣他，是你家里催你领媳妇儿回去了吧？婚房都买好了，怕是急着让你们结婚。但小杨却面色凝重，说是我爷爷遇到大事了。原来就在前几天，老爷子早上出门，就在自己家院子里吹了点风，竟然直不愣登地摔了下去。家里人发现后，赶紧将他送往医院，检查结果是脑溢血。虽然情况不严重，抢救也及时，但老人的精气神却一天天败落了下去，才过了1周就瘫痪了。家里人见情况不妙，便催小杨赶紧回去看看老爷子。后来小杨终于请假回家，匆匆见了老人一面。回来之后，我们都问他情况如何，他摇摇头说不太好。但是老爷子的反应很奇怪，虽然生病了，整天还很开心，还总给我们说瘫了好，瘫了好，印在自己身上总比印在后代身上强。不知道他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。过后的3个月里，小杨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回老家探望他爷爷。最初我们也经常会问问他老人家的情况，可是看着他一次比一次严肃的神情，大家都有默契地选择了沉默。大概过了3个月后，有一天小杨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文字，说他的爷爷走了。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，我刚刚开始接触到佛法，不仅知道了一些因果的道理，还与一位师兄结缘，并给了我一串念珠。有一天，小杨看着我手上的念珠，忽然主动给我说，张姐，我爷爷走之前1个月曾经跟我说，你这辈子千万不要碰这些东西。我这辈子虽然做这行，从来没有强行介入过大的因果，就这么一次帮没有富贵运的亲戚家调了风水，结果就遭天谴。你以后要多做善事，你那个房子的钱本身来路不正，将来如果保不住也没有什么，未必是坏事。说完，他还告诉我，他的爷爷在生命之中最后1个月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只能看着家人不断掉眼泪。后来随着我逐渐了解了一些佛法道理，回头再看这件事情的始末，我总算是明白老人家临终前为何那样说。所谓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，强行替无福之人调风水，等于是犯了天地之大忌。小杨的爷爷之前之所以犹豫，想必就是为此。民间还有一种说法，做术士的人要么自己要遭殃，要么报在子孙身上。怪不得小杨的爷爷瘫痪后说印在自己身上好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后来我跳槽离开了那家单位，据说那几年小杨家里接连破财，好像他也有时候会跟着别人放生、捐助公益等。
听说他们家损失了10几万后，消停了一阵儿，不知后续如何。这其实是一件悲伤的故事，不由得让我感慨贪欲的可怕。像小杨爷爷那样的老人，其实是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律，明白自己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可还是会铤而走险，到头来不但赔上了性命，钱财也没保住，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在那之后，每当我看到一些所谓的关于奇人异事的文章，虽然还会感兴趣，但是已经不再产生遐想。毕竟再聪明的术法也敌不过业力，与其自欺欺人，不如踏踏实实好好行善，这才是唯一的正道。人生的穷或富，其实都写在你的个人品德和能力之中。你有多大的能力，就会掌管多少财富。若是能力没有达到，财富对你而言并非好事，而是一种负担。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品德和能力，让自己配得上拥有这些财富，财富才会受你感召而来。你会拥有多少钱，其实都已经写在你的性格和能力之中。穷的时候要有志气，富的时候不要癫狂，让自己的品德去匹配财富，财富才会为你所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